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大婚之夜，他为了一个妾室，将我丢在新房不管不顾。往后的日子，构陷、下毒、买凶杀人，一桩一件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宋小姐，恭喜啊！靖远侯府是京中老牌勋贵，你们两家结为亲家，可谓珠联璧合。承公公吉言，嬷嬷谢礼。是小姐。这不好吧？老奴是过来报喜的，哪能？这是小女的一份心意，更是一份喜气。公公可没有推脱的道理，沾沾喜气。那老奴便却之不恭了。小姐不能嫁。老奴打听了，那靖远侯世子不仅纨绔，还风流成性，甚至从青楼娶了个妾室回府，听说绝非良配。嬷嬷，我要嫁的不是靖远侯世子，而是定北王。嬷嬷，不要为我婚事发愁了，这婚我是非嫁不可的。为什么？老爷镇守边关，攻击卓绝，若向皇上请命收回这桩婚事，应该不会太难啊。父亲若直谏，当然可以办到，但事后我们宋家不会好过。不明白。因为这不是一场婚约，而是一场交易，是一场涉及朝堂的权力博弈。若是拒婚，便是违抗皇上的意志，破坏他的筹谋。如此说来，小姐你便只能吞下这个苦果了。嬷嬷，不要为我觉得委屈。于我而言，这桩婚事能给宋家安稳，给皇上交代就够了。至于那要嫁之人如何，我宋初瑶不在乎。世子妃，这盖头得等世子来掀呀，自己掀他不合规矩呀。规矩？他谢承安什么时候也守规矩了？你再跟我说这些吧。这都快到合金酒的时辰了，世子爷还在外面，这有一点规矩吗？太过分了。嬷嬷别气，让这种人气坏了自己，不值得。世子爷您可算来了，快与世子妃喝合卺酒，从此一心一意，白头相守。不必了。世子爷您可算来了，快与世子妃喝合卺酒，从此一心一意，白头相守。不必了，都是些繁文缛节罢了，没必要做这些。宋初瑶，我们婚前进行的约定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世子放心，我对你和谁双宿双栖没兴趣。不过同样的话，我也送给世子，你守得住约定，我们相安无事；若是守不住，别怪我到时候不给你留脸面。那是自然，我谢承安必然是说到做到，只要你也管好自己，便不会有任何麻烦。不好了，世子救命啊！世子救命！顾姨娘她要上吊寻短见。世子爷，顾姨娘说祝世子与夫人的良缘锦绣，白头偕老，而她过于碍眼，还是自行了解算了。世子，去救救姨娘吧，她肚子里还有您的骨肉呢。混账东西，怎么才来禀告？若心如与腹中孩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要了你们这帮奴才赔命！世子，请留步。世子，请留步。干什么？有事快说，我得赶紧去救心如。世子当真看不出，这是你那爱妾演的一出拙劣戏码吗？而且，你若今晚丢下我这去陪一个妾室，你让我何来体面？这夫人，求您发发慈悲，让世子去看一眼便好。只要世子过去哄两句，姨娘就会好的，不会耽误什么时间的。夫人，你也不想大婚之日闹出人命吧？哼，心儿，别在那里废话了，跟我回心如的紫藤院。我谢承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没人可左右我。这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小姐，
哪怕你不在乎姑爷对你是否有情，但起码的尊重应该要有吧？姑爷此等行径太羞辱人了。嬷嬷，消消气，别把自己给气坏了。我的好小姐，旁人都气到这般地步，您竟还能笑得出来？嬷嬷，你家小姐这辈子忍气吞声过吗？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？走，去紫藤院，去帮世子好好安慰这位顾姨。心如，开门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和宋楚瑶不会有什么的。你在我心里才是唯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负了你。夫君，妾身知道不该如此，可一想到你要和其他女子同床共枕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所以想着与其这么痛苦，还不如带着孩子一起走了干净。不要如此想，我跟宋楚瑶的婚事只是一场交易，与你才是真正的情投意合的夫妻。世子所言甚是，顾姨娘，你大可放心，无需如此焦虑算计。你过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回你的新房去。世子不用紧张，今日毕竟也是我宋初瑶的大喜之日，我可不想闹出人命，所以过来帮你证明一下，好让顾姨娘放心，不必自寻短见。原来是姐姐光临寒舍，妹妹这厢有礼了。不错，还算懂事。但是犯了错就该受惩罚。原来是姐姐光临寒舍，妹妹这厢有礼了。不错，还算懂事。但是犯了错就该受惩罚。宋初瑶，你疯了！她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，你竟然还动手打她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怎么，世子的意思是怀了孩子就可以不守规矩，怀了孩子就可以不把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？谢承安，你是准备毁约吗？宋初瑶，你强词夺理，这怎么算不守规矩？明明是你蛮横无理，强害心如和腹中胎儿，现在居然有脸颠倒黑白，说我要毁约。夫人，是妾身的错，莫要责怪世子。妾身知错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这般了，还望夫人开恩。心如，不要这样，快起来。不管你真心还是假意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但日后你若再敢逾越规矩，我定然不会轻饶了你。心如，心如你怎么样？夫人，你连一个未出生的胎儿都容不下吗？妾身只求生下世子的骨肉啊！夫人饶命，姨娘受不了这种折磨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姨娘吧！宋初瑶，你给我适可而止！夫君，妾身肚子好疼，救救孩子！世子爷，夫人这是铁了心不想要顾姨娘的孩子，您一定要给姨娘撑腰啊！宋初瑶，要是心如和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姑爷，你们说这种话不觉得昧良心吗？明明是小姐转身要走，顾姨娘往前扑撞到小姐，怎么黑白颠倒呢？心儿，过来扶好心如。明明是顾姨娘自己撞上来，怎么黑白颠倒？心儿，过来扶好心如。张嬷嬷，你多嘴了。谢承安，
你过分了。宋初瑶，难道我教训一个下人都不行？不行。你，好，跟我耍横是吧？谁还不会啊？告诉我，今天这人我还就非打不可了。既然世子坚持，那请吧。哦，提醒你一下，张嬷嬷是我父亲的义姐，也是我的养母。好了，说完了，动手吧。该死，一个嬷嬷怎么还有这种特殊身份在身上啊？不好，世子被宋初瑶这个说辞给架住了，我得赶紧想个法子给他解围。不好，世子被宋初瑶这个说辞给架住了，我得赶紧想个法子给他解围。姐姐，求您别为难世子了，方才是妾身头晕，不小心前倾撞到了姐姐，才闹出这场误会，都是妾身的错，妾身给您磕头赔罪了。宋初瑶，你也听到了，这是场误会，心如还怀着孕，这事就到此为止吧，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。妾身现在腹痛难忍，只盼着腹中孩子能平安无事，求姐姐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份上，今日这事就这么接过去吧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嬷嬷，我们走。宋初瑶这个刁妇，欺人太甚！都是妾身的错，要不是妾身不懂事，也不会让夫君受这么大的委屈。胡说什么？跟你没关系，都是宋初瑶太霸道，仗着自己是宋家嫡女，又有皇上撑腰，就肆意妄为。夫君，妾身有个办法，能让他明日在全府亲友面前抬不起头，再也不敢如此跋扈。只是妾身怕夫君怪我。快说来听听，能收拾宋初瑶，让她老实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小姐，世子太过分了，昨晚不这里过夜，明摆着对您这个正妻无视和羞辱，现在需要去敬茶，居然连面都不露。嬷嬷不要动怒，你小姐我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主。他谢承安既然要玩，那我宋初瑶奉陪到底。嬷嬷，把昨日的嫁衣弄皱些，给我换上。陛下果然恩宠两家，两家家主不在，便特许今日新人给两家长辈代表敬茶即可，这是何等青睐啊！没错，虽然我朝有特事特办惯例，但皇上亲自下旨过问安排，绝必尝试。夫人，我们不仅今日把陛下安排的任务做好，日后也定要多走动交流啊。当然，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嘛。时辰都过了，这新郎新娘怎么还不过来敬茶？姨母，您得为初瑶做主啊！初瑶不要嫁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夫人，你一定要给小姐做主啊！张嬷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，昨晚新婚之夜，世子的妾室闹自尽，他扔下小姐便走，而小姐想着身为主母前去关心，却被世子恶语相向，被那妾室冤枉说小姐害他肚子里孩子。之后世子一夜未归，小姐等到敬茶时间都过了，世子也未出现。姨母，初瑶好难受，好委屈。若世子不满皇上赐婚，拒了便是，可为何偏偏将我娶进门，却又要折辱我？初瑶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是爹爹的掌上明珠，怎的要被如此对待？老爷戍守边关不在京城，小姐独自出嫁本来就很难受了，现在又遭谢家如此欺辱，这要我家小姐以后如何做人？可以了，我知道了。瑶儿不哭，放心，姨母给你做主。初瑶，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，陈安应该也不过是一时糊涂罢了，我这就叫人把他带过来，给你赔罪。一时糊涂？一时糊涂会在大婚之日留自己正妻独守空房，一时糊涂会第二天会让新娘子一个人面对众亲友敬茶，不要跟我玩强词夺理这一套。他父亲不在，
我还没死。初瑶，跟我进宫，我倒要和皇后好好说道说道，让她看看这赐的是什么婚，这靖远侯世子是个什么东西。初瑶，跟我进宫，我倒要和皇后好好说道说道，让她看看这赐的是什么婚，这靖远侯世子是个什么东西。这该怎么办啊？哎，先把人拦住再说吧。夫人，初瑶，你们冷静点，事情闹大了，总归也会影响初瑶不是？我现在就让人将那兔崽子和那个贱人带过来，给你们磕头认错。定国公夫人，宁拆10座庙，不破一桩婚啊！而且无论再有理，毕竟是陛下赐的婚，第2天就闹起来，皇上也会感到有损颜面的。我可以先不去宫里，但前提是我能看到你们靖远侯府的诚意，让我相信初瑶不会再受委屈。好，好，好，放心，一定会给初瑶一个交代。还不快去把世子和那贱妇带过来？不必了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提前商量好，假意妥协来欺骗我？直接过去，当面解决。夫君，你说宋初瑶经过今日只让她自己敬茶的教训后，会以什么方式来服软？求您原谅。仅仅讨好我可不行。他要是以后想在靖远侯府过得舒服些，那必须还得过来给你磕过头，认过错才行。仅仅讨好我可不行。他要是以后想在靖远侯府过得舒服些，那必须还得过来给你磕过头，认过错才行。夫君，你真好。好，不愧是靖远侯之子，世子好魄力。定国公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误会。心如她身子不适，我过来看看她。误会？世子的误会倒是新鲜。难不成侯府的规矩是让世子妃独守空房，陪着妾室享清福？贱人，蛊惑世子，目无尊卑！母亲，我许你进侯府做妾，已是天大的恩典，你却在大婚之日搅乱侯府。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是嫡庶尊卑。母亲，母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心如她还怀着身孕呢。我不教训她，难道看着她把你害死，把谢家毁了吗？若不是你听她谗言，何至于闹到这般地步？再敢护着这个贱人，我便告诉你父亲，等他回来将你一同罚了。母亲，心如她肚子里毕竟有着我的骨肉啊。定国公夫人，我谢承安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糊涂人性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心如这一次吧。心如知道错了，母亲，定国公夫人，你们就原谅心如这一次吧。妾身也发誓，绝不会再犯这种错误。哦，真的吗？夫人，妾身是真心知错，往后定会恪守本分，再不敢有半分逾越。初瑶，心如已经认错了，她怀着身孕，经不起折腾，此事便就此作罢吧。我保证，日后定会信守承诺。世子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婚前我们可是有过约法3章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婚前我们可是有过约法3章的。我容下顾姨娘，你给我世子妃应有的体面与尊荣。然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遵守了吗？你的保证在我这里毫无信用可言，更何况大婚之日便毁约，宠妾灭妻，无视宋家与谢家的联姻是皇上特赐，轻贱宋家，轻贱皇权，岂是你一句话可以草草了事的？初瑶说得对，今日你靖远侯府若不给个满意的说法，我便进宫请皇后娘娘主持公道。是我糊涂，是我不守约定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楚瑶，承安毕竟是你的夫婿，而且他也真心诚意在认错了，你就原谅他这次吧。对了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要怎么样你做才能安心给他一次机会？既然母亲您开口了，世子也知错，那今日便把话说透，将侯府内宅的规矩定好。好，
顾心如恪守妾室本分，每日晨昏定省。2. 紫藤院一切吃穿用度，严格按妾室规制发放，不得逾矩。3. 院内下人皆听我这个世子妃调遣，世子往后不得无视正妻体面，坏了礼法，辜负皇恩。合理，这些要求都非常合理合规。妾身遵命。妾身遵命。姨母，事情已了，我们回正厅吧。宋初瑶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侯爷此番回京，真是双喜临门。一来阖家团聚，二来世子与世子妃新婚燕尔，咱们今日可得好好喝一杯。承蒙各位亲友挂念，边关安稳，家中和睦，便是最大的幸事。那是什么？姐姐，这手帕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这也太……哎，还是让大家来评价吧。啊！我的天，心腹刚进门，身上竟然带着别的男人送的情诗手帕！哼，不知廉耻，不守妇道。豪门深院啊，豪门深院！宋初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嫁给了我，竟然还把这脏东西带进侯府，把我们靖远侯府的脸面往哪里放？说话，我看你怎么狡辩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！夫君息怒，许是姐姐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只不过这手帕上的情诗，确实有伤风化。演完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宋初瑶实打实的证据就在这儿呢，你居然还有脸倒打一耙？呵呵，证据确凿之下，打死不认这种方式可没用。唉，何必呢？你们分析了半天，这手帕如何，代表了什么什么？但是你们知道这多可笑吗？因为我宋初瑶自出生起就不用手帕。我家小姐虽是女儿身，但老爷待她自幼习武，嫌手帕太娘气，所以从来不用这东西。如果不信，大可以找人去问。这件事只要在宋家待过的，几乎都知。什么查证？宋元帅的女儿，老夫信得过。老身也是如此觉得，这一看便是误会罢了，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是啊，宋家丫头这种大家闺秀，怎么可能会做出此等伤风败俗的事情嘛？我一开始就不信。嗨，这事儿一看就很不合理，动动脑子都知道不可能的了。世子顾姨娘，刚才就属你俩叫的欢，现在有什么想说的不？你们不说，那该我了。手帕不会凭空出现，既然不是我的，那它是谁的？是谁的？初瑶丫头，咱们这一众亲友都坐在这儿没动过，地面也一直干净无物，直到那丫鬟路过你那儿，手帕才出现，就没必要逼问我们了吧？没错，压根没必要往我们身上费心思。谁有嫌疑，这不一目了然吗？无非是想栽赃陷害，还是不敢承认，怕被惩罚，心思不同罢了。两位长辈说的在理，刚才是初瑶梦浪了。那么顾姨娘，刚才那一出，是你故意设计陷害我吗？宋初瑶，你不要借机血口喷人。哦，世子的意思是我安排顾姨娘的丫鬟将手帕丢到我身旁，然后控制顾姨娘来发现手帕，从而来污蔑她。世子，这种胡话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？那个初瑶啊，你别激动，心如这孩子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她干不出这种事儿。你是真理吗？觉得不是就不是，好一个睁眼袒护拉偏架！奴婢知错，还请老爷、夫人、世子妃饶命。这手帕其实是奴婢的，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被顾姨娘捡了起来。奴婢怕被惩罚，就一直没敢承认。
所以这一出闹剧的罪魁祸首是你。是奴婢。没想到事情居然走到了这一步，最后还得让人家希儿顶包。希儿，你放心，我顾心如从今往后绝不亏待你。既然如此，那事情倒是好办了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杖毙。世子妃饶命，奴婢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奴婢真的知道错了。世子妃饶命啊！世子，顾姨娘，你们救救我，我真的是无心之过。父亲，希儿有错，但罪不至死，此事还望父亲定夺。大喜时期不宜见人命，杖责20。楚瑶，你没意见吧？父亲英明，父亲英明。听父亲的。宋初瑶，这笔账我顾心如记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心儿，都怪姨娘不中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姨娘，您别这么说，心儿能帮到您，其实很开心。但一想到那宋初瑶占尽风头，奴婢就不甘心。姨娘，我更是如此。心儿，你好好养伤，3日后赏花宴，我会让你欣赏到一出好戏。姐姐，前几日府中之事都怪妹妹，今日借着这赏花宴，特意来给姐姐赔个不是。妹妹怀着身孕，不能饮酒，便以茶代酒敬姐姐一杯，愿姐姐能消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顾姨娘把姿态放这么低，宋世子妃若再不接，可就显得跋扈了。既然妹妹都这么说了，妹妹怀着身孕，不能饮酒，便以茶代酒敬姐姐一杯，愿姐姐能消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顾姨娘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，宋世子妃要是再不接，可就显得太跋扈了。可不是嘛，到底是正妻，总该有容人的雅量。可外人又不知道他们2个的具体情况，在这种场合把人给架起来，我不喜欢。初瑶，喝了吧，从此以后你们2姐妹好好相处。居然用这种药，你这家伙还真是不能让人信任一点。既然妹妹和世子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又怎能不识好歹？多谢姐姐宽宏大量，妹妹敏感妩内。世子妃，府门外有人找您，说是故人，想和你单独见上一面。你看把你急的，而且这说辞也太拙劣了。算了，配合你，让你开心开心。世子妃，府门外有人找您，说是故人，想和你单独见上一面。你看把你急的，而且这说辞也太拙劣了。算了，配合你，让你开心开心。好，知道了，带路吧。小姐，事情有些蹊跷，让我跟您一起去吧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嬷嬷，你留在这里，等着一会儿看好戏。宋初瑶，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。等你身败名裂，这靖远侯府的主母位置就是我的了。奇怪，姐姐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确实挺久的了，我之前看到她离开没太在意，现在被这么一提醒，确实不正常。这么说来，该不会真出什么意外了吧？不用管他，宋初瑶从小习武，能有什么意外？别杞人忧天了，接着喝，接着玩。夫君，万万不可如此。我们要是不闻不问，若姐姐真出事了，怎么跟宋家交代？还是派人去找找吧。世子，顾姨娘，小的有事禀告。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说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那个，刚才小的给世子妃领路见故人，一开始没在意，可是后来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因为小的看见世子妃跟一名陌生男人进了柴房。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竟敢做出这等龌龊事！夫君，您先别动怒，会不会是看错了？姐姐素来端庄，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夫君，我们还是快过去看看吧。走，我倒要看看他宋初瑶到底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哎，世子爷，就是这里。世子妃跟着一个陌生男人进去快半个时辰了，而且里面还隐约有奇怪的声音。夫君，怎么会这样？姐姐怎么能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啊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侯府以后还怎么在京中立足啊？世子爷，要不要把门撞开？撞！给我把门撞开！哪怕有损我靖远侯府的颜面，我今天也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揭穿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宋初瑶，这次你彻底完蛋了。什么？这也没人啊！不会是个误会吧？下人看错了，误以为世子妃跟陌生男人进了柴房。不可能！人呢？宋初瑶呢？你不是明明亲眼看着他进来的吗？怎么会没人？世子爷，顾姨娘，小的真的亲眼看着世子妃进去的，真的。可是不知为什么现在这里边竟然没人了。世子爷，顾姨娘，小的真的亲眼看着世子妃进去的，真的。可是不知为什么现在这里边竟然没人了，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这不明摆着有人下套吗？不过看目前的情况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行了，既然是个误会，这事儿就这样吧。各位对不住了，一场误会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走，咱们回去继续吧。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！我可是亲眼看着宋初瑶把下了药的茶给喝完了的，应该毫无防抗能力，任人摆布。怎么就人都没有？各位不要急着走啊，不是想看戏吗？现在好戏才要开场，诸位不妨留步品鉴品鉴。顾姨娘是不是很失望？糟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宋初瑶，你不在宴席上跑到哪里去了？府里下人都说看你跟着陌生男人进了柴房，你作何解释？宋初瑶，你不在宴席上跑到哪里去了？府里下人都说看你跟着陌生男人进了柴房，你作何解释？解释？我倒想问问世子，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释？诸位都看清楚了，这杯茶是方才赏花宴上顾姨娘亲手敬给我们家小姐的，这是太医院院判制作的验药签。诸位请看，这茶水里加了足量的迷情药，顾姨娘敬这杯茶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家小姐意识不清，再安排人引诱到这偏僻柴房，败坏小姐的名节，把小姐赶出靖远侯府。顾心如，我说的可有半句假话？夫君，是他们污蔑我，这茶杯被他们给动了手脚了，而且妾身压根不认识这家伙。夫君，我冤枉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是谁让你到侯府来的？又是谁教你以故人相见的由头引诱我到这柴房来的？回夫人的话，小的叫周文生，是城外的落魄书生，是他3天前给了小的50两银子，让小的今日混进侯府，以青梅竹马故人的名义引诱夫人到这柴房来，还教小的等夫人药性发作，就败坏夫人的名节。还真是一出好戏啊！一个奴才构陷主母，简直反了天了！夫君，这件事妾身根本不知道，若是妾身知道，绝对不会让他做这种事儿的。心儿，你糊涂啊！混账东西，还不快从实招来！是不是你一人所为，与你家姨娘毫无关系？是奴婢一人做的，全都是奴婢的主意。宋初瑶，你也听到了，这事是心儿一人所为，与心如无关。她一个丫鬟胆大包天，竟敢做出这等陷害主母的事，我定不会轻饶了她。心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为什么要做这些啊？上次奴婢因为手帕的事，心里有些记恨，
加上奴婢看着姨娘平日里被世子妃打压，心里替姨娘不平，所以一时气愤之下想出了这个法子。心儿，银子是奴婢攒了多年的月钱，人是奴婢找的，药也是奴婢买的，从头到尾都与姨娘无关。世子妃要罚，就罚奴婢一人吧。好一出主仆情深，真是看得我好生感动。不过，你们把我当白痴吗？以为这样子就能蒙混过去吗？金儿，我问你，你说这50两银子是你攒的月钱，那我倒想问问，你一个月3000银子，就算没有任何花销，你要攒多少年？呵呵，让你从出生开始算，够吗？行了，钱是我给的，本来想着让他去置办些东西，没想到被他私自挪用，给用到这地方。听起来还真是合理呢。这种说辞，骗鬼呢！看破不说破，给人家留点面子。啊，夫君，我的肚子好疼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好像出问题了。宋初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心如怀着身孕，被你这么步步紧逼，动了胎气，若是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世子，注意点形象，讲些道理，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真是笑死人了，还能偏袒的再明显些吗？不说顾姨娘现在情况是真是假，可是往世子妃头上怪，也太没道理了。亏他还是靖远侯府世子，就这么一会儿，当着我们的面就如此宠妾灭妻，真是丢尽了我们勋贵世家的脸面。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？老天爷，你也太不公平了！既然世子都这么说了，我又怎敢不上心呢？嬷嬷，把人请进来吧。是，请王太医进来。王太医，我绝对不可能，宋初瑶在诈我。下官参见世子妃。王太医，劳烦你给顾姨娘诊诊脉，看看她的胎气到底如何了，是不是真的像她说的，孩子都保不住了？不用了，夫君，我刚刚就是一时气急，现在好多了，就不劳烦王太医了。好，王太医，心如她已经没事了，就不用看了。不好意思，让您白跑一趟。这世子妃，您的意思呢？不看怎么行？顾姨娘时不时就会肚子痛，明显有些不对劲，您还是给她号号脉诊断一下，这样才能让人安心嘛。况且号脉又不会有什么不妥和坏处。世子，顾姨娘，我说的对吧？就是，来都来了，诊断一下有啥不愿意的？人家王太医哪怕世家大族，也不是谁都请得动的。顾姨娘倒是好口气，挥之即来，招之即去。心如，让王太医检查一下吧。如果只是偶尔肚子痛，实际上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也能不这么提心吊胆了。世子妃说的是，那就有劳王太医了。这下子丢人要丢大发了，不行，如果王太医说我一点问题没有，我也要坚持说就是会疼，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。回世子的话，顾姨娘胎相稳固，气血充足，丝毫没有动了胎气的迹象。若是说这样子还有腹痛症状，那就是心思太多，耗费精神导致，日后少些想法便会无事。原来这病状说白了是因为心眼太多。有劳王太医了，嬷嬷送一下王太医。今日之事，劳烦诸位做个见证。事情具体怎么回事，想必大家已经清楚。既然我身为主母，今日便在大家的见证下，执行第一次府内的规矩。你屡次纵容自己丫鬟构陷主母，哪怕当你毫不知情，单冲你的管教不严、用人不淑，都够你喝一壶的。不过念在你身怀6甲，便只罚你禁足紫藤院半年，所有份例按最低等妾室发放。无我的命令，不得吐出紫藤院半步。妾身领命。心儿，身为下奴，屡次构陷主母，杖责40，逐出侯府。不要啊！世子妃，心儿错了，千万不要将我赶出侯府啊！世子妃，心儿错了，世子姨娘，救救我！你们救救我啊！世子，聒噪，拉下去。至于这个家伙，直接押送官府。救命啊！
今日让诸位见笑了，府中出了这等安杂事，扰了大家赏花的兴致，我已命人重新备了酒菜，诸位请随我回去继续饮宴。世子妃行事果决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是啊，这等恶奴就该重罚。世子妃做得对。宋初瑶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我定要你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。小姐，咱们大婚时陪嫁的京郊3处良田，这几个月的田租分文没上缴，侯府账房给的流水全是假的。小姐，咱们大婚时陪嫁的京郊3处良田，这几个月的田租分文没上缴，侯府账房给的流水全是假的。具体原因查到没？小的亲自去田庄查了，原来的管事被打发去了庄子，现在管着田庄的是侯夫人的陪派王婆子，她对外都放话说这几处田庄已经划到侯府宫中名下了。岂有此理！这是宋家给小姐的婚前陪嫁，是小姐的私产。侯夫人和世子也太胆大包天了，竟敢把手伸到小姐的陪嫁上来，私吞田租不算，还想吞了田庄。嬷嬷别急，我入府时把田庄暂交账房代管，本就有想法，想看看这侯府里的人如何行事。现在也算是看清了，胆子不小，贪念更大。林中，地契原件、官府备案的文书都备好了吗？回小姐，都备好了，还有佃户们的证词，王婆子私收田租的亲笔账本，连她变卖田庄林木的银钱流水，小的也全都查到了，铁证如山。很好，明日就是侯府宗族对账日，侯爷也会在场，咱们正好当着全府宗族的面，把这笔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南郊400亩，田租280两，东市布料坊营收400两。初瑶啊，母亲希望你一会儿最好识趣点儿，要是撕破脸皮，对谁都不好。世子妃陪嫁田租，两。怎么回事？念清楚。侯爷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初瑶年轻，又是武将家的姑娘，不懂田庄经营的门道，导致这些良田没有进项。于是我想着，不如干脆把这几处田庄收归宫中，让有经验的老管事统一打理，白白糟蹋了宋家给的陪嫁，也免得初瑶费心。父亲、母亲这件事跟我说过，儿子觉得十分在理，已经同意了。初瑶，田庄放在宫中打理最稳妥，左右都是侯府的产业，放在谁手里管着都一样。你只管安心做你的世子妃，这些琐事不必操心。没错，这话说的在理，可这不太好吧？毕竟这种陪嫁私产，一般都有不成文规定，就是属于人家媳妇儿自己啊。母亲，世子话说的倒是好听，只是我想问问，我宋家给我的陪嫁私产，什么时候成了侯府的产业，需要收归宫中打理了？初瑶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嫁进了谢家，就是谢家的人，你的产业自然也是侯府的产业，我还能贪了你的不成？哦，母亲这话，我是不是也得把陪嫁的铺面、金银首饰也一并归宫打理？宋初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母亲也是为了你好，不过是几处田庄，你至于这般斤斤计较，当众顶撞母亲吗？斤斤计较？谢承安，这是我宋家给我的陪嫁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们私吞我的田租，想吞我的田庄，反倒成了我斤斤计较。如果在场诸位认为世子说的合理，那就把我这些私产给收下吧。初瑶，你至于的吗？就是帮你管理一下田产，让你省心别亏钱，弄得好像我们侯府惦记你的那些私产似的。初瑶当然相信母亲没有这个意思，也相信您为我管理田产是为了让我好。可是有些事情到了底下人手里，执行可能就变了味儿。初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父亲，请听我慢慢解释。林中，把东西拿上来，让父亲、母亲和诸位长辈好好看看，我的田庄到底是欠收，还是被人私吞了。回侯爷、夫人、诸位长辈，这3处良田其实不仅没有欠收，反而大丰收，光是收上来的田租就有823两，这些银子全被夫人的乡下千姐王婆子私吞。该死，没想到宋初瑶这家伙居然准备这么充分，看来是有备而来呀。把王婆子给带上来。王婆子，我问你，账本上写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私吞了我的田租，
对外宣称田庄划到了侯府名下。侯爷饶命，世子妃饶命，事情是真的，但是这些都是夫人授意我做的。夫人说这几处田庄进了侯府，就是侯府的东西，让我只管收租，不用给世子妃报备。银子实际上都暗中给了夫人了。母亲，这是真的吗？真是没有想到，堂堂侯府主母会做这等事儿。初瑶的账目有问题，那我们的呢？看来这账目得重新查一查了。侯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起初真的只是想着帮初瑶打理一下。3日内，把私吞的800多两田租一分不少的还给初瑶。你给我禁足正院1个月，抄100遍世家女诫，好好学学什么叫规矩。刁奴欺主，胆大包天，拖下去，杖责30，发放到南疆庄子。老爷，饶命啊！初瑶，是侯府对不住你，你的陪嫁，你想怎么打理，全凭你自己做主，府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多谢父亲大人。宋初瑶，旺儿，之前让你准备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姨娘，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姨娘下令了。好，宋初瑶，你厉害是吧？这一次，我看你怎么躲得过去。姨娘，可是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事情闹大了，万一顺天府追查下来，会不会？怕什么？等宋初瑶死在山里，谁能查到我们头上？到时候我就说他是被山匪意外劫杀，就算有人怀疑，也拿不出证据。他们那伙人都弄死多少人了？这里边多少是自己主动，又有是多少受人指使，连完全清剿都做不到，谁还会在意到这一层面？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记你头一份的功劳，以后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要是办砸了，你我都得死。是，姨娘放心，小的都安排妥当了，绝不会出岔子。宋初瑶，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过得好，所以我就只能要了你的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小姐，您真的要亲自去栖霞寺啊？不如让老奴带您去上香，一样能给老爷祈福。嬷嬷，父亲在边关浴血奋战，我这个做女儿的，自然要亲自去上香祈福，才算心诚。可是小姐，听说最近外边有匪徒肆虐，不太平。放心，我不仅带了4名护卫，而且又自幼习武，寻常匪类都近不了我的身。再说了，栖霞寺是皇家寺庙，香火鼎盛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是，小姐说的对，是老奴过于忧虑了。嬷嬷不用自责，性命攸关，多多考虑是没错的。好了，我们上车吧。世子妃心诚，佛祖定会庇佑宋元帅平安，边关安宁。多谢大师。嬷嬷，香火钱。夫人，回去的主路出现了些情况，人员堵塞，马车根本走不动，不知是继续等待，还是走西侧的僻静小路。虽然绕一点，但人少清静，也能快些回府。好，那我们就走西侧小路吧。停车！都给老子下来！小姐，是山匪！护卫，快，赶紧保护小姐！大胆山匪，竟敢拦路抢劫！老子等的就是靖远侯府世子妃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男的全砍了，把车上的女人给老子留下！老子还没玩过世子妃呢！小姐，怎么办？
他们快撑不住了。这样，小姐你现在就尽量逃，我出去拖延片刻。嬷嬷，不要无谓牺牲，而且您别忘了，我是谁的女儿。好胆，竟敢反抗，那就给我死！让你手下住手，放下武器。还不给我住手！小姐，你可吓死老奴了！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让门门你担心了。不过出于自幼跟常年征战沙场的父亲习武，哪里是这些小山贼能伤得了身的？说，主动劫财，还是有人买命？我说，是有人买命，但我不知道他是谁，给了我们500两银子，指明让我们在下山路上劫杀世子妃您。他还说，最好让您死在山里，这样就很难调查，最好还能玷污了您，毁了您的名节。是有人买命，但我不知道他是谁，给了我们500两银子，指明让我们在下山路上劫杀世子妃您。他还说，最好让您死在山里，这样就很难调查，最好还能玷污了您，毁了您的名节。这是谁呀？这么大的仇怨，小姐你们也没有跟谁有这么大的梁子啊，都要闹出人命。小姐能猜想到是谁吗？有一个，但毕竟没有实锤证据，便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了，免得传到被人耳朵里，落人口实。还能有谁？最近跟我唯一有冲突的只有顾心如，好得很，只不过是被府中正常处罚，便买凶杀人。我宋初瑶以后也不必留情了。姨娘，天都快黑了，您还是吃点东西吧，您还怀着身孕呢。滚！吃什么吃？没看到我正等着消息吗？姨娘，不好了！你什么意思？说！世子妃，她没事儿，她回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这都没法杀了她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这都没法杀了她？就算她带着护卫，就算她从小习武，可山匪那么多人，经验也不少，宋初瑶怎么就死不了呢？老天爷，你太不公平了！姨娘，现在怎么办？世子妃回来了，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，找我们对质吧？慌什么？看你那副吓破胆的德行，他就算怀疑又怎么样？他有证据吗？确实，奴才也是找人去代办的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就算过来质问，也拿不出任何证据。不该如此慌乱，反而露出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这就对了，哪怕就算他知道是我，又能奈我何？世子妃，您怎么来了？小的去通报一声吧。心如拜见姐姐，姐姐是有什么事吗？竟然亲自来到妹妹这里。听说姐姐今日去栖霞寺上香了，一路可还顺利？快给姐姐上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上香倒是挺顺利的，就是下山的时候遇到了10几号拿着刀的山匪，张口就要我的命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什么？山匪？姐姐您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这城外也太不太平了，怎么会突然冒出山匪？并非突然冒出，说是有人花了500两银子，专门等着要我的命，
最好能把我的名节也毁了。你说我这跟谁无冤无仇的，竟然要买我命，奇不奇怪？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姐姐您福大命大，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这些山匪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动姐姐您。姐姐报官了吗？一定要把这些歹人全都抓起来，绳之以法。当然，他们已经被一网打尽，不过他们也是通过中间人接的任务，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。但善恶终有报，要是这家伙不知收敛，我一定会加倍偿还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吧，妹妹？对的，姐姐说的对，这种人要是被找到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妹妹果然和我聊得来，我也没啥事儿，就是过来打个招呼，看看妹妹最近禁足过得习惯不习惯。好了，看起来不错，那姐姐我就走了，不用送了。哼，这是特意过来警告我。姨娘，怎么办啊？世子妃这样子，是铁定把这件事认定是咱们干的了。姨娘，世子妃这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。他现在不发作，不代表以后不发作，这就把悬在头上的剑随时都能要了我们的命。冷静，他既然没当场撕破脸，就说明他没有确凿证据，单单想靠着警告拿捏我，让我安安分分，别再碍他的眼。做梦！姨娘，您的意思是不死不休？只有他死了，我们才会彻底的安全。可是我们花钱请了这么多杀人的山匪都没能成功，还能怎么办啊？想弄死一个人，方法多的是。小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回来的路上您告诉了我，幕后黑手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顾心如，为什么只是去敲打警告了他一方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放虎归山？不，我是引蛇出洞。现在我们没有实锤证据，甚至有所谓人证物证，他可以强行狡辩。如果要彻底将他军，最好是请君入瓮。小姐的意思是，我要的是他永无翻身之日。这次的事只是一个由头，我故意不撕破脸，但他这种人绝不会甘心被我拿捏，一定会铤而走险，想更阴毒的法子来害我。所以小姐，你这不是让自己更危险了吗？想要达到目的，怎么可能完全没有风险？不过我有信心，只要他敢动，就能彻底抓住他的害人证据。到时候所有旧账，我也会一笔一笔全算清楚，让他彻彻底底的死在这侯府里，再也翻不了身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姐英明。顾心如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吗？游戏才刚刚开始罢了。诸位兄台，别来无恙啊！这鹿肉制的不错，几位兄台尝尝。听闻昨日陛下赏了定国公府一块西域进贡的暖玉，当真是好福气。那是自然，定国公府与宋家世代聊好，宋元帅在边关屡立奇功，陛下自然高看一眼。诸位兄台，今日天气正好，不如一同下场围猎。我新得了一匹不错良驹，脚力极好。世子还是多陪陪府里的爱妾吧，毕竟世子为了那位顾姨娘，连大婚之夜都能扔下正妻。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可不敢跟世子一道，免得沾了宠妾灭妻的名声，回头被家里长辈责罚。陈安，别介意啊，大家开个玩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因为大家说了这个就生气，那岂不是反而证明咱们谢大公子就是这种人了吗？哼，诸位说的是，陈安明白大家就是活跃气氛，开开玩笑，岂会动怒？陆公子，您之前预定的东侧围场已经清出来了，陛下身边的李都尉也已经到了，正等着您呢。太好了，我还想着这次能跟李都尉讨教一番，若是能入了他的眼，禁军副统帅的位置便稳了。禁军副统领的位置，明明之前尚书大人已经给我透了底，这个位置是留给我的，怎么会？你说什么？李都尉在东侧围城，
我之前跟你预定的东侧围场，你怎么给了别人？世子见谅，陆公子跟定国公府交好，又是宋元帅肯定过的后辈，我们自然要优先安排。再说了，世子您还是顾着点府里的事吧，别到时候连世子妃都留不住，还谈什么围场狩猎？今日围场，便看各位的本事了。走！一群趋炎附势的东西，不过是看宋家如今得势，就敢如此折辱我！该死！世子，您消消气，为了那些闲言碎语，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。不值得！他们当着全京城勋贵的面，把我的脸面踩在地上摩擦，连一个小小的围场管事都敢给我脸色看。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值得？以前他们个个围着我转，一口一个世子爷的叫着，尚书大人也主动跟我示好，连禁军的开始都能轻易拿到手。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样？是因为宋初瑶，因为宋家。原来我之前所有的体面，所有的顺风顺水，从来都不是因为我谢承安，不是因为靖远侯府世子的名头，而是因为我是宋家的女婿，是宋初瑶的丈夫。去账房，把我名下南郊那处田庄、东市2间铺面的和契书都取过来，再拿纸笔过来。是。宋初瑶，这次算我栽了。不过只要能拿回我该有的尊严和地位，就算先暂时低头，又何妨？小姐，您是不知道，那谢承安在猎场被人当众嘲讽，脸都丢尽了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回府了。京城里现在谁不知道，他为了个妾室，放着宋家这么大的靠山不要，简直是猪油蒙了心。世子妃，世子爷前来求见。小姐，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？肯定没安好心。要不奴婢直接把他打发走。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，我们这位世子爷今天又想唱哪一出。初瑶，之前是我糊涂，是非不分，屡次让你受了委屈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今日我过来是专程给你赔罪的。世子居然还能认错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嬷嬷说笑了。世子今日是怎么了？猎场受了气，跑到我这里来演苦肉计了？初瑶，我知道，空口白牙的道歉你不会写。这是我名下南郊的一处良田，还有东市的2间铺面。今日我便以天庄的名义划到你的名下，全当是我给你赔罪的心意。世子有话不妨直说，这般日日往我这青瑶院跑，又是送珍宝又是赔笑脸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如明说了吧。初瑶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就是真心实意想给你赔罪，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还能是为了什么？是吗？我还以为跟禁军副统领的位置有关系呢，看来是出云多虑了。姨娘，咱们快走吧，被世子看见了，又要怪我们不守规矩了。走？我为什么要走？我倒要看看他谢承安到底要跟宋初瑶说些什么。这么多天不来看我，对着宋初瑶如此献殷勤，他不亏心吗？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行啊？你不在紫藤院好好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夫君，我想你了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看我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在紫藤院好好待着，恪守妾室本分，无令不得踏出院门半步。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夫君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是个妾室，就该有妾室的样子。整日里上蹿下跳，惹是生非，还不快滚回紫藤院去！再敢到处乱跑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小姐，谢承安刚才那副嘴脸真是太让人恶心了，您怎么不直接把他怼回去？怼回去可不行，怼回去还怎么刺激那顾心如，让他忍不住尽快动手？小姐说的是，奴婢明白了。
我倒要看看他被如此刺激之下会使出什么手段。你们都该死！谢承安，薄情寡义的东西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谢承安靠不住，这世上能靠的只有我自己。我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弄好了吗？回姨娘，备好了。明日一早，宋初瑶的早膳，你想法子把那东西混进他的饭菜里。是，姨娘放心，奴才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，绝不让任何人发现。宋初瑶，这一次你的命我要定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在世子妃的饮食里下毒，拿下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敢给我们家小姐下毒，真是活腻了！小姐，都按您的吩咐办妥了，人赃并获。意料之中，毕竟布局等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早就把他们摸透了，等着他往里跳呢。嬷嬷，把人带到正厅来，我要亲自审。是，小姐。旺儿，事到如今，你该老实交代了吧？我招，我全都招，是顾姨娘指使我干的，毒药是她让我去买的。对了，除了下毒，栖霞山劫杀世子妃也是顾心如指使我去联系的，奴才都招了，求圣子妃饶奴才一条狗命。世子、父亲、母亲，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听到了吧？初瑶，你放心，这次我定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的。没想到我靖远侯府居然出了个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祸害。怎么事情会是这样啊？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嘛？姨娘，放心吧，这次旺儿一定能成的。顾姨娘，我家小姐有请。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硬闯我的院子？眼里还有没有尊卑规矩了？哼，尊卑规矩，若是顾姨娘在乎这个，那就太好了。我家小姐靖远侯府世子妃，侯府主母，传你去正厅回话。姐姐传我，我自然该去的，只是不知姐姐找我所谓何事。我这身子不适，胎相一直不稳，实在经不起折腾。嬷嬷也知道，我怀着世子的骨肉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顾姨娘就别拿肚子里的孩子当挡箭牌了。今天这事儿不是你能糊弄过去的，这是你指使旺儿下毒和买通山匪在栖霞山劫杀我家小姐的供词，让你自己过去是给你留着脸面，别逼我动手，还不赶紧给我过去！这不可能，是旺儿贪财反水，血口喷人，诬陷我，我对这些事毫不知情。张嬷嬷，你不能凭着一张破纸就把这泼天的脏水泼到我身上。这不是诬陷，到了正厅，当着侯爷、夫人、世子的面，顾姨娘你去给自己辩解便是，没必要跟我一个下人说这些。若顾姨娘不肯自己走，那就劳烦二位请顾姨娘去正厅。去就去，只要我咬死了不承认，谢承安总不会看着我和他的孩子去死。宋初瑶，你想扳倒我没那么容易。侯爷，夫人，妾身冤枉，妾身被人诬陷了，求你们给妾身做主啊！冤枉？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冤枉的。是世子妃记恨妾身，故意设局陷害妾身，什么下毒买凶杀人，多荒唐！妾压根想都不敢想。侯爷明察，妾身一个弱女子，怀着身孕，何必做这等事啊？哼，那我要是告诉你，这一切发展我都看到了呢？
心如，所有的一切，我父亲、母亲都是亲自经历见证。你越否认狡辩，越发让人觉得可笑。心如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来人，拖下去，移交官府。不要，老爷饶命！不要！谢承安宠妾灭妻，德行有亏，恩准兵马大元帅之女宋初瑶与谢承安和离，保留提三品诰命身份，所有婚前陪嫁悉数归还。宋家与靖远侯府自此再无瓜葛。臣女宋初瑶接旨，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个结局啊！这不挺好的吗？人家宋元帅女儿江门虎女有勇有谋，那谢家世子拎不清宠妾灭妻，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妻子。这就是宋姑娘的嫁妆啊！这得有多少啊？可不是嘛！听说啊，这10里红妆都不为过。初瑶，初瑶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谢承安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苦果也该你自己尝。我们之间，从大婚之夜你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结束了。往后山高水远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你好自为之。好样的，宋小姐！我宋初瑶的人生从来不该困于后宅阴私，困于男女情爱。父亲在边关守山河万里，我在京城，也该有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。